今天我们来聊一家公司，它可能是你每天必逛的论坛，但是你却不一定了解它的盈利模式。它不是 Facebook，也不是 Twitter，它叫 Reddit，一个月活超过7亿，被称为美国人互联网基地的超级社区。虽然它上市不久，但却被争议包围。它既是游戏驿站逼空大战的策源地，也是 AI 模型争相抢购的语料库。它的用户粘性爆表，但是变现能力却饱受质疑。那么问题来了。Reddit 究竟是被严重低估的社区金矿，还是又一个 IPO 情绪股票呢？这期视频，我将带你深度拆解这家最不像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或许又能获得一个布局 AI 赛道的新思路，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期的精彩内容。视频有点长，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硬核的股票解析视频，可以先赞后看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在正式开始前，请允许我花30秒钟的时间，邀请你加入频道会员。我刚刚上线了频道的原始股东团，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就可以直达加入页面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信息密度够高，干货够多，那么加入会员，你将解锁更多只为你开放的专属内容。每个月都会有会员专属视频上线，你还将拥有投票权，决定每一期会员视频深度解析的公司。同时，你还会拥有专属身份徽章。从新股东到老粉丝，你的支持我都会记得。频道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观众的支持，欢迎大家上车，成为频道的原始股东。下面正片开始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将从8个维度对 Reddit 展开系统剖析。首先，通过洞察股价走势来了解市场预期，进而研究公司的定位，揭示它与传统内容平台的差异。接着剖析其核心产品和商业逻辑，并将 Reddit 与其他主流平台进行对比，以便深入把握行业格局。随后深入拆解其营收结构和盈利模式，明确 Reddit 的盈利来源。我们还会评估它的竞争优势以及面临的商业化困境。最后，我们聚焦于基本面分析，并了解华尔街分析师对其股价的预测。我们先从股价说起。你现在看到的这条绿线是 Reddit 自上市以后的股价曲线，它的走势用4个字概括就是一飞冲天。Reddit 于2024年3月正式 IPO，发行价定在每股34美元，恰好是承销商给出的定价区间31到34美元的最上沿。承销团队的阵容也非常豪华，摩根士丹利、高盛、摩根大通、美林全部到齐。其中，摩根士丹利担任首席承销商，负责整体定价和发行节奏的把控。而上市之后呢？Reddit 的股价直接飞起，一度暴涨超过560%，最高点触及225美元。Reddit 本轮 IPO 的估值定在64美元，虽然已经不低了，但实际上这个数字远低于它在2021年私募融资时市场给出的估值高点100亿美元。换句话说，这家公司在 IPO 的时候实际上是打折上市的，但即便如此，市场的认购情绪依然炸裂。根据媒体披露，本轮 IPO 的认购数额达到了公司发行股票数的4到5倍。大量订单来自于对 Reddit 情有独钟的机构投资者。Reddit 上市之后的股价走势可以拆分为5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稳定的震荡期，这一阶段 Reddit 的股价整体表现相对克制，大多数时间都在 IPO 定价区间附近，也就是34到40美元之间小幅震荡。这个阶段的市场情绪也很明确，大家都在观望，没有爆量拉升，也没有情绪踩踏。看得出来，资金对 Reddit 是感兴趣的，但是还在等待进一步信号。第二阶段是情绪爆发期，也是 Reddit 股价最疯狂的一段时间。这一阶段股价像是被点燃了爆点，快速突破100美元，甚至一度在盘中冲到了190美元以上。那么为什么会涨得这么猛呢？3大推力几乎同时启动：一是资金蜂拥而至，尤其是情绪型机构和趋势型量化策略，看到了 Reddit 强大的用户粘性和话题热度之后大举建仓。二是 Reddit 加 AI 的概念被资本市场大肆炒作，认为它是 AI 训练的重要语料库，数据价值被重新评估。三是散户市场上的跟风效应全面爆发，集体情绪被放大，形成了一次真正的社群共振式爆炒。Reddit 社区的本质被市场反过来当成放大器，既是舆论起点，又是情绪的回音壁。但是高潮之后，情绪终将冷却，疯狂过后，Reddit 的股票进入了第3阶段，快速回调期。这一阶段，你能看到典型的暴涨后获利了结，股价从高位迅速回落，回调至110美元附近，短短几天跌幅超过40%。市场开始集体质疑 Reddit 的估值到底有没有支撑，一些主流分析师也开始下修评级，从买入调至持有，甚至喊出了风险释放期尚未结束。结果就是短期内引发了恐慌性抛售，这是典型的市场教科书。前期资金是信仰堆起来的，但是只要信仰开始动摇，回调就会毫不留情。随后 Reddit 进入了震荡期，这段时间股票价格在100到120美元之间反复横盘，
可以理解为前期暴涨暴跌之后的冷静期，市场进入了典型的换手整理状态。散户和机构之间开始博弈拉锯，有人离场，有人抄底，交易量逐步放缓，筹码逐渐集中，市场不再靠情绪推动，而是等待基本面信号出现。这一阶段，一件事情开始变得重要，那就是 Reddit 到底值多少钱，它的长期商业模型靠不靠谱？这也为下一阶段的二次上涨埋下了逻辑的种子。到了2024年8月以后，Reddit 开启了第二阶段的上涨，股价逐步回升至157美元，累计涨幅高达360%。但是这一次的市场情绪没有像之前那么极端，市场的视角已经从概念炒作逐步转向对 Reddit 真正内容价值的重新估值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容社区之一，它手里的数据资产到底能不能变现？它授权大模型训练数据的潜力是否足以支撑起几十倍的估值？Reddit 能不能像 Facebook、YouTube 一样建立起可持续的内容广告分发闭环呢？目前来看，Reddit 的股价虽然还没有突破历史新高，但是它的股价走势已经明显偏强，说明市场虽然在犹豫，但是依然在下注它的长期成长逻辑。聊完股价，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那就是 Reddit 是谁？Reddit 创立于2005年，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。员工总数约为2000人左右，总部在美国旧金山，是全球领先的兴趣型数字社区平台。不同于 Facebook，强调相互认识的人之间连接， Reddit 完全围绕你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内容的组织。平台由一个个子社区组成，每个社区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话题，比如 AI、科技、金融、游戏、健身等。每个社区都是由用户创立和运营的。你可以发帖、评论、上传图片和视频，探索爱好、研究新的话题，交换商品服务，分享生活经历，找到归属感。Reddit 的社区机制非常自由，用户在里面既是创作者，又是参与者，同时也是版主和规则制定者，这也决定了它的独特性。Reddit 是由用户驱动、由兴趣组织、由共识运行的平台，而不是靠中心化推荐算法把内容硬塞给你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我们后面讲它的产品逻辑、商业模式、数据授权时，这种去中心化的社群，外加高粘性用户以及依靠用户生成的内容会成为核心关键词。Reddit 能走到今天的位置，背后并不是偶然的爆红，而是一次长期的演化，是社区结构、资本加持、舆论催化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Reddit 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。Reddit 诞生于2005年，公司创始人想做一个可以让所有人发帖、发链接、投票讨论的网站。公司成立1年之后，就被著名杂志《纽约客》的母公司以不到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。直到2011年 ，Reddit 才从原来的母公司剥离，又一次开始了独立运营。也是从这一刻起， Reddit 真正走上了属于它的进化之路。独立运营之后， Reddit 现有的社区结构逐渐成型，主题清晰，用户自治，外加内容垂直，让它迅速积累出极高的用户粘性。月活用户在这个期间迅猛增长，突破1000万级别。Reddit 也逐渐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的网站之一。之后 Reddit 积极拥抱资本市场，获得了多轮融资助推。2017年 Reddit 完成了2亿美元的融资，估值达到了18亿美元。2019年，腾讯领投了3亿美元的 D 轮融资，估值飙升到30亿美元，成为全球互联网圈关注的焦点之一。这也一度引发中美之间关于内容监管的舆论交锋。这也标志着 Reddit 不再只是一个极客论坛，而是被资本市场认定为下一个社区平台的代表。Reddit 真正破圈，是因为2021年游戏驿站股票的逼空大战，在 Reddit 上一个名为华尔街赌徒的板块，号召散户抱团对抗华尔街空头，结果导致游戏驿站股价暴涨。这也彻底把 Reddit 推到了全球聚光灯下，使其成为全球股票散户的聚集地。很多人甚至把它称作反华尔街共和国。但与此同时 ，Reddit 的 IPO 之路却不是那么顺利。Reddit 最早在2021年就开始筹备上市，并且递交了 S1 文件草稿。但是由于那2年的市场波动较大，加上美股整体进入了估值压缩期， Reddit 最后决定延迟 IPO， 没有强行上线。沉寂3年之后，2024年 Reddit 选择在 AI 情绪高涨、内容数据价值被重估的节点敲钟上市，发行价格为34美元。上市首日就大涨，成为当年美股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，一度被称为内容版的 ARM。Reddit 上市后的几个月，股价一路高歌猛进，最高涨幅超过560%，吸引了大量的机构和散户资金持续追捧。它不再是小众社区的代表，而是成为了 AI 训练语料库平台和去中心化内容金矿的代表。Reddit 能在短时间内引爆资本市场，核心靠的是一个高度用户驱动、结构灵活的内容社区系统。
Reddit 最重要的产品就是它的核心社区平台。这个核心社区平台由3个重要模块组成，一是子社区结构，这是 Reddit 最独特的地方。整个平台被划分成超过10万个独立子模块，每个模块围绕着一个兴趣、主题或圈层展开。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感兴趣的子社区。二是它活跃的贴文与评论系统。Reddit 平台的重点不是内容本身，而是互动性极强的讨论氛围，让用户深度参与、相互补充、互怼观点，这是它活力的来源。三是 Reddit 独特的点彩、点赞、投票机制。这套点彩、点赞、投票机制是 Reddit 社区的算法核心。与其他主流社交媒体不同， Reddit 用户浏览的内容并不是靠平台算法推荐的，而是靠用户群体选出来的。被点赞最多的内容会被自动顶上去，被点彩最多的内容就会下沉。也就是说， Reddit 平台内容的流量排序权掌握在用户手中，而不是靠后台 AI 算法。这一点在当前算法喂饭盛行的平台格局里显得非常稀缺。Reddit 的第二大产品线是它的广告业务，近年来发展迅速，是目前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。它的核心打法有3点：一是原生信息流广告，就是把广告嵌入用户内容之中，像帖子一样出现；二是广告精准定向，基于用户兴趣、行为所在子板块进行广告投放；三是多样的广告形式，包括图片、视频、互动投票等。玩法逐渐向 TikTok 和 Facebook 靠近，而且 Reddit 也明确提出，未来的广告系统将和 AI 算法整合，以此来提高广告的转化率，争夺更多的广告预算。目标是追赶 Meta 和谷歌的精准广告能力。除了广告之外， Reddit 还有2大重要的变现模块，一是订阅计划，另一个是平台内部的虚拟经济系统。 Reddit 的订阅服务是针对重点用户推出的会员制服务，功能并不复杂，但是针对性极强。第一个卖点是去广告体验，这对深度用户非常重要，因为广告会干扰平台内容的沉浸感。二是订阅用户每个月可以获得700个平台虚拟货币，用户可以用这些平台虚拟货币给优秀的内容创作者打赏，这是一种内容打赏式的订阅。三是会员专属勋章，这对 Reddit 的高活跃用户群体非常有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除了订阅计划以外， Reddit 也在社区内部构建了一套类似于循环货币的经济系统，用户可以购买，并且用于奖励别人发帖、写评论、做图等原创内容。本质上，这是一套可以用来鼓励创作、增强社交、提升用户粘性的机制。这种社区货币系统既增强了用户的参与度，又逐步搭建起 Reddit 独特的内容激励闭环，这是它和传统社交平台不同的另一个维度。所以 Reddit 的营收路径其实不只是靠卖广告这么简单，它正在形成一个广告、订阅、内容打赏以及虚拟经济的多元变现模型。讲完 Reddit 的广告、订阅、虚拟经济业务，现在终于要讲到最被市场寄予厚望的部分， Reddit API 和数据授权业务。Reddit 的 API 可以允许用户批量读取 Reddit 上的文字信息，这是大语言模型训练的重要资料。过去 Reddit 的 API 是完全免费开放的，但是到了2023年，它开始限制免费访问，并向 AI 公司和企业级用户开始收费。这意味着以前 OpenAI 等大模型公司可以随意爬取 Reddit 平台上的帖子进行 AI 训练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他们需要交钱了。而且这不是一次性买卖，而是长期的数据订阅生意。举个例子， Reddit 已经和谷歌达成合作，将 Reddit 的内容纳入了谷歌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素材。Reddit 正在打造一种数据变现的能力，因此 Reddit 也被称为 AI 时代的语料矿主。总结一下， Reddit 的商业模式并不是靠单一的爆发点，而是试图打造一个层层叠加、相互补位的复合结构，形成了平台留人、内容活跃、广告变现，并且依靠订阅提供稳定现金流，最后靠股票授权推高估值锚点的一整套商业逻辑闭环。拆解完 Reddit 的产品矩阵之后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Reddit 现在的盈利模式。广告业务是 Reddit 收入的核心支柱，在总营收中占比接近 90%， 也就是说，公司当前的所有增长、上市之后的股价支撑几乎全部压注在广告这一条线上。而前边提到的订阅服务和平台道具经济约占总营收的 6%， 这部分业务虽然体量不大，但是战略意义很强。他们帮 Reddit 提高了用户的变现能力，同时增加了社区粘性，提升了社区活跃度，强化了社区正循环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辅助性商业闭环，不是主引擎，但是是整个平台重要的系统稳定器。而真正让市场兴奋的 API 和数据授权业务，在当前营收中的占比其实只有 8% 左右，这部分业务被认为是 Reddit 未来最有想象力的红利赛道。下面我们再来拉长视角，从公司转向行业，看看 Reddit 的外部竞争环境。从行业划分上来看， Reddit 被归类为互动媒体与社区平台，这个赛道其实非常卷。
既有传统的社交巨头，也有新兴的内容平台。Reddit 所处的位置介于 Facebook 这种社交图谱平台与 Quora、知乎这类问答知识社区之间。它的特点是更强调话题聚合、用户主导内容生成，而非平台强推或者算法控制。Reddit 是一个基于小众兴趣社群外加投票机制排序的内容平台。目前 Reddit 的全球市场份额只有 2% 左右，流量主要集中在北美，是一个高粘性但是区域性很强的产品。广告生态方面，目前 Reddit 还在商业化的初期，投放系统尚不成熟，变现效率偏低，很多广告主在 Reddit 上还找不到预期的转化闭环。Reddit 是一个匿名式平台，用户基本无实名身份，而且平台并非中心化主导，没有明星账号，完全靠内容说话，所以 Reddit 上的优质内容非常多，但是由于没有网络大 V 的生态加持，这也导致平台的商业合作路径模糊，其广告体系和商业化路径依然很不成熟。下面我们来快速过一下 Reddit 所面对的主流竞争对手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社交媒体这条赛道上厮杀多年。首先是 Facebook， 也就是如今的 Meta， 市占率最高，约为 45%。整个产品依靠的是社交图谱和信息流推荐。Facebook 的广告体系成熟，变现能力极高，但问题是年轻用户正在流失，内容创新乏力，平台正在逐渐老化。排在第2位的玩家是 TikTok， 市占率约为 35%， 依靠短视频外加强力的推荐算法，带来了超高速的增长。平台的爆款能力强，娱乐性高，但是内容生命周期短，互动门槛低，监管压力巨大，是增长飞轮和合规炸弹的结合体。然后是 Twitter， 也就是现在的 X， 市占率约为 10%， 主打碎片化信息，外加实时讨论，在新闻与政治圈影响力很强。优势是信息传播速度快，舆情发酵能力强，但现在问题很严重，社区管理与商业化体系混乱，变现路径动荡。这个赛道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玩家是 Discord， 市占率约为 7%， 依靠语音外加圈层社群，活跃在游戏和 Web3 的圈子里，用户粘性极强，但是内容难以扩展，商业化路径并不清晰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Quora， 市占率约为 1%， 依靠长文本知识问答来维持流量，内容结构稳定，但是增长力差，社交属性弱，变现空间小。通过刚才横向对比，我们可以对整个互动媒体与社区平台行业下一个简明的判断。Facebook 依然是巨无霸，广告体系最成熟，全球流量最多。TikTok 是增速最快的变量，以压倒性的速度迅速抢占年轻用户的注意力。看完这些对手，你会发现Reddit 的差异化非常明显，它不是靠视频流，不靠好友链接，也不靠算法喂饭，而是单纯的依靠兴趣聚合外加社区文化。它的用户体量、广告效率、商业化节奏都比不过这些巨头，但是它的核心资产包括内容结构、语料质量和高粘性社区，这些是其他平台所没有的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清了 Reddit 所在的赛道、它的产品形态以及在行业中的定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到底是凭什么杀出重围的？接下来我们就从 Reddit 的独特优势与它面临的现实挑战2个角度，进一步拆解它长期的潜力与商业困局。Reddit 的第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它高度垂直的兴趣社群结构，平台上活跃着的社区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话题垂类。这种结构不仅极度细分，而且天然具备高粘性、强互动以及稳定氛围的特点，用户忠诚度极高。Reddit 的第2个优势是其所具备的高质量用户内容的产出能力。相比于 Facebook 和 TikTok 的轻内容，它的帖子大多由深度用户主导，不少内容在财经、AI、心理健康等专业领域极具话语权。Reddit 是少数几个能在 AI 时代被当作训练语料的社交平台之一，背后依靠的就是这套高密度外加深度讨论的内容体系。Reddit 的第3个核心优势是它独特的民主化内容排序机制，不同于 Facebook 和 TikTok 那种由算法主导的信息流， Reddit 采用投票式的社区自治制度，让内容排序完全由用户投票主导。这套机制天然鼓励真实有价值的讨论，抑制了标题党和低质内容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推荐流逻辑。在 AI 和算法主导的时代，这种去中心化的排序方式本身就是稀缺性。第4点也是广告商最看重的一点， Reddit 的核心用户质量非常高，平台用户主要集中在欧美高学历青年，特别是在科技、财经、AI 等专业话题中，他们不仅活跃，而且具备极强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。这类人群是典型的高回报率用户，
对广告主吸引力极大，哪怕 Reddit 的用户总量不算巨大，但是他们的含金量非常高。第5项优势是 Reddit 在社交爆点制造和热点源头属性上所具备的天然优势，像华尔街赌徒、我来问你来答这些爆红的子板块，频繁引爆网络舆论，上热搜、上新闻。第6个优势是 Reddit 独特的社区自我治理机制，每个板块都像一个独立的部落，由志愿者版主主导运营，平台几乎不怎么干预，官方审核压力小，反而增强了用户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。这种机制既提升了管理效率，同时也维持了 Reddit 独特的部落生态。当然，另一方面， Reddit 也面临不小的经营挑战。第一大挑战就是商业化能力依然偏弱，相比于 Meta 和 TikTok，Reddit 的广告系统还处于早期建设阶段，其精准投放、转化率、数据洞察能力都远不及主流平台，这些极大限制了平台的收入增长空间。第二个挑战则是用户增长基本见顶，北美市场已经几近饱和，新兴市场的渗透率又非常低。Reddit 的全球月活增长速度显著低于社交媒体行业的平均水平，尤其是在亚洲、拉美等人口大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，这对于平台的长期扩张是一个隐患。第3个挑战是内容合规与监管风险高。Reddit 上不少板块存在敏感甚至非法内容，平台历史上也曾多次因为这些内容而遭到外界质疑，这让它持续面临来自于监管机构与广告主的双重压力，尤其是现在广告品牌方越来越重视内容安全。Reddit 所面临的第4个挑战是平台新用户使用的门槛过高。Reddit 的界面较为简陋，功能逻辑复杂，学习曲线陡峭，对于刚接触平台的新用户来说，几乎是劝退式的体验，这不利于用户的冷启动，也直接拉低了用户的留存率，严重限制了平台的增长潜力。第5个挑战是对核心老用户的高度依赖。Reddit 平台上的内容产出严重依赖于一小批资深用户，平台对 Z 时代的吸引力不足，新用户贡献度偏低。虽然社区氛围稳定，但是核心用户老龄化趋势明显，存在代际断层风险。第6个挑战是社区文化对商业化的天然抗拒。当年 Reddit 推出 API 收费，曾经引发版主罢工、内容屏蔽、平台瘫痪，核心用户极度反感被商业收割的感觉，这让 Reddit 在商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举步维艰，品牌风险也极高。至此我们来总结一下， Reddit 是网络热门话题原产地，它的平台力量源自于去商业化的社群，但是这也恰恰成了它商业化的最大智库。如何在不破坏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完成规模化变现，将是 Reddit 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那块最难啃的骨头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Reddit 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平台，有用户、有内容、有流量，但是同时其商业化能力薄弱，社区治理难题等一系列结构性障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一家靠社区共创驱动的平台，它公司的金融基本面到底稳不稳，能不能赚钱？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基本面分析的核心章节，从营收结构、盈利模式到现金流表现，我们将逐层拆解 Reddit 的财务真相。我们先来看 Reddit 的股权结构。从数据上看， Reddit 是一个高度机构化持股的公司，58%的股权掌握在机构投资者手中，几乎拥有绝对控股权。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加稳定，决策更加专业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也可能意味着管理层的自主空间有限，很难做出激进的创新。尤其是在 Reddit 这样社区驱动的平台上，过度的机构治理反而有可能会压制住草根文化的活力。其次，虽然 Reddit 已经上市，但是它依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初创 DNA， 私人公司股东外加 VC 投资者合计持股比例高达 31%， 说明 Reddit 依然是典型的 Startup 结构，背后有大量老股东和历史投资人还未退出，这带来了一个隐忧，那就是未来一旦股价拉高，这些股份有可能会出现集中抛售的风险，对二级市场形成压力。再来看管理层，内部管理团队的话语权非常有限，总持股仅占 4% 左右，这就导致了 Reddit 的高层更像一群职业经理人，而不是创业共同体。他们专业稳健，但是也可能缺乏创始团队那种拼命打天下的激进和激情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 Reddit 未来没有新的股权激励政策，很有可能会在竞争中失去人才，尤其是那些最能打、最懂社区、最懂增长的核心骨干。Reddit 的股权结构中还有一块值得注意的地方，那就是战略持股。目前有 6% 的股份由其他上市公司持有，这些通常是一些新闻媒体或者平台类企业，比如内容分发公司和广告合作公司。这种持股往往不是为了投机套利，而是为了和 Reddit 建立一种交叉协同的关系，比如说在广告投放、内容授权、用户数据上形成绑定，增强彼此之间的商业生态粘结性。这也为 Reddit 的变现模式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 Reddit 的股权结构有它优等生的一面，机构掌控、治理成熟，
熟，协同潜力大，但是也存在着不少创业后遗症和隐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几项关键的股票风险指标。在财务健康方面 ，Reddit 的财务稳定性十分亮眼，奥特曼 Z-score 为48，远高于3.0的破产警戒线，说明 Reddit 的财务结构非常健康，不存在任何破产风险。这代表着公司虽然市值有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，但是从财务角度来看，底盘是稳的。也有人悲观大量做空，这种高度对立的市场情绪，这往往意味着未来走势有可能会剧烈变化。Reddit 的做空回补天数为3.25天，简单说就是如果现在所有做空的投资者都想平仓回补，需要连续3.5天的正常成交量才能完成。这个数据也被称作空头回补所需天数。Reddit 现在的3.5天已经属于中高强度的空头压力。如果未来 Reddit 发布一份亮眼的财报，或者突然有重大利好，这些空头就需要立刻回补股票。他们一旦大量买入，将会迫使股价飞涨，引发连锁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 Reddit 虽然基本面稳定，但是短期价格有可能会像过山车一样波动。总结一句话 ，Reddit 现在是投资人意见的高峰期，这等同于一个情绪引爆的温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深受交易者关注的指标贝塔值。Reddit 的贝塔值高达 2.44， 这意味着它的股价波动约为大盘的 2.44 倍，属于高弹性高风险资产。你可以理解为它涨起来比别人更猛，但是跌起来也更加迅速。这类股票往往吸引大量的高频交易者、量化基金和对冲基金，因为波动大、机会多，可以快速进出套利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容易变成情绪的放大器。一旦市场情绪转向，或者宏观系统性风险爆发，这类高贝塔的股票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。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，Reddit 的基本面很稳，但是市场对它的观点很分裂。Reddit 更像一只典型的舆情驱动型股票，做空者密集压仓，但是财务又极度健康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如果你想搏一下短期情绪波动，那么它会给你机会；同时，如果你想做长期价值投资，那么它也是具备潜力的。但问题是，你能不能承受它的剧烈波动 ？Reddit 不是躺平者的天堂，反而更像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舞台。Reddit 的股价表现可以用炸裂2个字来形容，3个月涨幅高达 45%， 远超标普500的 10%。中间虽然在6个月时出现了回调，但是随即发生反弹。回头看过去9个月和1年的区间 ，Reddit 的股价暴涨 135% 和116%，但是大盘同期也就是个位数爬坡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长股里冒出来的交易龙头。Reddit 当前股价为157美元，距离高点230美元还有空间，但是也已经远高于最低点的49美元，这说明 Reddit 已经完成了大幅的估值重塑。同时 Reddit 的毛利率超过 90%， 属于典型的平台型内容科技企业，编辑成本极低，与 Meta 等公司类似，内容由用户生产，平台本身主要负责分发与推荐，成本结构极其轻资产化，商业模式具备高度放大的潜力。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Reddit 的 EBIT 和净利润率偏低，说明 Reddit 现在的运营开支依然很重，可能是产品还在打磨，也可能是内容治理成本太高。无论是哪一种，这都意味着 Reddit 的商业模式虽然亮眼，但更关键的一点是它的 ROE 和 ROA 也偏低，这直接反映出 Reddit 的资本利用效率还不够，还没有进入一个高回报高周转的状态。说白了，这家公司虽然赚的钱变多了，但是用钱的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Reddit 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部分，成长性。过去1年 Reddit 的年营收增速高达 64%， 这是 Meta 的3倍以上。在这个流量红利见顶、平台用户增长趋缓的年代， Reddit 还能卷出这种增速十分难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说明 Reddit 依然还在成长期，还没有完全进入成熟期。Reddit 最近3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8%， 妥妥进入了高成长型梯队。同时这也意味着 Reddit 的高速成长并不是某1-2年的运气好，而是在长周期里持续放量，未来几年依然有望维持高速扩张的节奏。但是你可能会问，增长的这么快，为什么盈利还不高呢？这就是典型的烧钱换增速的商业模式。平台公司在早期的商业化过程中，通常会经历一个增长先行、利润滞后的阶段，而 Reddit 正好处在这个节点上。如果说刚刚的成长性和毛利率还让你对 Reddit 的股票蠢蠢欲动，那么接下来的一页可能会让你瞬间刹车。Reddit 当前的估值可以说是高的惊人，比如说 Reddit 的企业价值倍数为567倍，567倍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科技股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超级泡沫区间。换句话说 Reddit 虽然账面上是盈利的，但是实际可转化现金流的能力极弱，否则这个倍数不会高的离谱。Reddit 当前高估值背后其实承载着投资者的3重期望，一是对它未来高成长性的压注，二是对它强大的社区护城河和品牌的认同，三是对它在 AI 时代作为语料金矿变现能力的期许。但是高估值就像一把双刃剑，在这么高的估值下，只要 Reddit 的盈利表现略低于市场预期，那么 Reddit 的股价就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，投资者恐慌，信仰崩塌，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发生。下面我们来看看 Reddit 的
资本结构 ，Reddit 的市值已经冲到将近294亿美元。但是让人惊讶的是，它的总负债只有2650万美元，在290亿的市值面前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家几乎没有什么负债包袱的公司。这一点在科技股里是非常罕见的。这说明 Reddit 不靠借债支撑扩张，同时 Reddit 的账面上趴着20亿美元现金，手握重金。这意味着 Reddit 不仅能在广告寒冬里活下去，还能在 AI 研究、社区扩张、商业化推广等方面主动出击。这是维持公司高估值和增长预期的安全垫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几个风险信号。虽然 Reddit 几乎没有什么负债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无懈可击。它有这么多的现金在公司账面上，这些现金怎么花出去才能取得高回报，是公司管理层需要深思熟虑的。而这同时也是市场投资者在关注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其高估值的背景下 ，Reddit 必须用实际运营效率来证明它有能力将公司现金进行高效率投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 Reddit 与几个竞争对手进行对比。Reddit 的全公司才2000多人，却撑起了接近300亿美元的市值，这是典型的高估值、低人力密度平台，依靠社区内容撬动市场的想象。有27位华尔街分析师在追踪这家公司，虽然这个数量远低于 Meta 和 Snap， 但是已经超过了快手和 B 站。这说明虽然 Reddit 还处于新股阶段，但是已经开始被主流资金盯上。在整个社交媒体赛道 ，Reddit 的股价表现是当之无愧的最大黑马。过去1年，其股票价格上涨高达113%，力压 Meta、Snap 等竞争对手，成为涨幅冠军。Reddit 股票的走势虽然震荡，但是始终在稳步向上。这不仅仅是情绪推动，也是资本在用真金白银表达态度，说明投资人认为 Reddit 的商业化潜力还远远没有完成兑现。另一个积极的消息是 Reddit 终于盈利了，在最新财报中，它实现了8%的净利润率，这是公司创立以来第一次真正站上盈利线。虽然跟主要竞争对手比起来还有一定差距，但是别忘了它曾经长期处于深度亏损之中。这次盈利转正，标志着 Reddit 已经完成了从情怀社区到商业平台的关键性跨越。也就是说 ，Reddit 这匹黑马不仅跑得快，而且开始能为投资人赚钱了。当然 ，Reddit 虽然初步实现了盈利，但是这份利润的含金量还不能打动所有人。目前它的净利润率明显低于 Meta 等主流选手，尚不具备现金奶牛的平台特质。而且我们注意到，这次盈利中可能包含了许多一次性项目，比如 API 授权、非常规性削减支出等，所以 Reddit 盈利的可持续性依然存在疑问。换句话说 ，Reddit 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赚钱机器，它还需要用更稳健的商业模式去说服市场。但是在成长速度方面 ，Reddit 完全是碾压级的，它的营收同比增长64%，是 Meta 的3倍 ，Snap 的4倍，在整个社交板块稳居第一，这是实打实的加速器爆发。要知道，现在整个广告市场处于下行周期，很多广告公司都在收缩投入，然而 Reddit 却能逆势扩张，说明它的商业化路径已经从实验阶段进入了加速兑现阶段。在估值方面 ，Reddit 当前的市盈率是240倍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数字，它比 Meta 高出了8倍，几乎是整个社交平台板块中最高的估值。这代表着市场并不是在为它当前的盈利能力付钱，而是在为它的未来下注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基于利润的定价，而是对未来增长的信仰溢价。如果 Reddit 能够兑现高速成长和商业化路径，那么这波溢价就是值得的。但是如果它的成长放缓，盈利不及预期，那么这种高估值很有可能会带来剧烈的反噬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分析师怎么说。在满分为5的评级系统中 ，Reddit 的综合评分为3.92，略高于中性，倾向于买入。这意味着当前主流机构对公司的态度偏乐观。近90天共有27位分析师出具了具体评级，其中买入或者强力买入的比例高达60%，代表着市场主流依然看好公司的商业化潜力。另外有37%的分析师选择了持有，认为当前估值偏高，需要等待更明确的基本面信号。只有1位分析师给出了强烈卖出的评级，虽然属于少数，但是这也提示市场对 Reddit 存在一定的泡沫化担忧。一句话总结 ，Reddit 是分析师眼中的潜力股，但是也尚未打消估值与兑现的双重疑虑。当前 Reddit 的市场股价为157美元，与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格147美元基本持平。最乐观的分析师给出了220美元的目标价格，代表着约45%的上涨空间，而悲观的分析师只给出了75美元的目标价格，几乎腰斩，两者差距接近3倍，反映出市场对 Reddit 估值的分歧极深。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尚未稳定盈利的高增长型公司，投资者在高速成长与兑现难度之间拉锯。若 Reddit 能够持续兑现广告与 AI 收入增长，那么220美元的目标价格并非不可能实现的目标，但是一旦
Reddit 的收入放缓或者 AI 变现落空，那么股价重估的风险同样巨大，股价很有可能向100到120美元的区间回调，这是一场对于未来兑现能力的豪赌。至此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对 Reddit 这家公司的深入分析，最后让我们再来整理和总结一下 Reddit 的多空投资逻辑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关注 Reddit 的空头逻辑。虽然市场对 Reddit 抱有极高的预期，但是公司的估值与盈利之间存在巨大落差，这正是当前投资者最大的担忧。公司目前的估值早已严重透支未来，一旦其成长性放缓，极其容易触发估值暴跌。同时 Reddit 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自由现金流，所以公司目前并非是一台稳定的印钞机，反而更像是一个正在测试商业模式的项目。同时有很多看空的投资者认为 AI 语料变现的前景可能已经被严重高估，语料只是 AI 模型训练的一部分，而 Reddit 并非是唯一来源，所以其护城河有可能已经被高估。同时 Reddit 虽然流量庞大，但是与 Facebook、TikTok 相比，依然属于小众社区，而且其平台新用户的增长曲线趋于平缓，国际化拓展不足，增长的隐忧已经出现，而且平台的社区文化与其商业化路线存在内在冲突，核心用户对于广告极度敏感，多次抗议平台的商业化行为。Reddit 的去中心化文化反而有可能成为其商业化进程中最大的阻力。最后总结一下， Reddit 并不缺流量，也不缺信仰，但是它缺的是兑现信仰的能力。它的故事很宏大， AI 加社区加语料看似无敌，但是空头关注的核心点是，如果这个故事兑现不了，或者兑现太慢，那么市场将不会再为其高股价买单。反观多头 Reddit 也有许多坚实的拥趸者。首先 Reddit 的收入增长遥遥领先，堪称行业第一。其次，乐观的投资者认为 AI 语料外加数据授权将为 Reddit 打开全新的商业边界，市场期待它在数据即资产的趋势中站稳脚跟，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之一。同时 Reddit 用户的粘性极强，内容护城河正在形成，平台核心用户的活跃度高，迁移成本也高，这为 Reddit 带来了稳定的流量与用户留存优势。虽然 Reddit 的商业化刚刚起步，但是未来的想象空间依然巨大。此外 Reddit 90%的超高毛利率也说明它的商业模式具备边际成本低的高杠杆潜力。虽然当前的估值偏高，但是这与未来的潜力匹配。同时很多乐观的投资者坚信 Reddit 是 AI 时代的语料金矿，他们将 Reddit 称为互联网内容的源头，是新闻媒体 AI 模型训练的首选输入站。以上就是多头投资者的主要逻辑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订阅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可以帮助你第一时间获得频道更新。同时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即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你的支持是我源源不断创作高质量视频的动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